末日来临前，我们全家搬进了老家后山别墅里，坐拥3层小地堡，物资也完全不用愁，土里长的，地上跑的，火锅、烧烤、铁锅炖大鹅，全是最新鲜的食材。我姐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女友柳如烟和她的男闺蜜刘峰在床上被我逮了个正着。最让我无语的是，都这种情况了，柳如烟居然还让我理解她，傻叉才能理解。我转身就走，我姐的电话就在这个时候打了进来。小川，听我说，丧尸病毒爆发了。我立刻调低手机音量，走到门外。你现在在哪儿？姐姐那边十分嘈杂，她的声音充斥着说不出的急切。我在宝格酒店。行，你现在往楼下路边走，我和爸妈现在过来接你。我手机快没电了，先不说了，千万注意安全。如果遇到你觉得不太正常的人，就赶紧跑，听到没有？我连忙答应，虽然有些忙，但还是决定根据姐姐的安排行事。姐姐一毕业就进入了国家的生化研究所，大约从1年前开始，姐姐突然开始重新修整农村老家的房子，把原来的房子推倒，从地基开始一步一步修缮。我假期去看过一眼，类似堡垒的外形把我惊得不轻。难道从那个时候我姐就已经开始为现在做准备了？我一边想着，一边迈开腿就往电梯门口跑。电梯很快升了上来，门打开，里面却站了一个背对着我的人。这人浑身不停颤抖，嘴里还一直念念有词。我仔细一看，这人的头顶居然缺了一块。我连忙按上声键，门终于关闭。这个东西看来就是姐姐说的丧尸病毒爆发后的产物。我继续往安全通道冲，幸运的是通道内并没有遇到丧尸。我一路畅通无阻地冲到了楼下，等出了门，我才发现在我上楼的这短短几十分钟内，这个世界已经大变样。哀嚎和惨叫不断出现，撞毁的车辆冒出滚滚浓烟，几乎笼罩了整条大街。这时一辆灰面包车停在了我面前，姐姐和爸妈出现在车内，我迅速开门窜上了车。谢天谢地，咱们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姐，这是怎么回事？在1年前，和咱们国家合作的恩国突然给咱们国家运过来了一批猴子。这些猴子刚来的时候还非常正常，但没过多久，他们突然开始集体发病，先是眼球开始无端的流血，接着心性大发，开始互相撕咬、啃食同类。当时我就觉得有些不对，但是没人听我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推动人类进步的机会，但是我始终觉得不对劲，就提前做了一些准备。他顿了顿，继续道：就在前几天，研究所的一只猴子失踪了。后座的爸爸叹了口气，这些人，说话间，车子已经开出了市区，驶上了通往山村的小道。等我们到了村子后，天已经黑了。我姐车一路开到我家门口，没有惊动任何人。下车后，我被眼前的建筑吓了一跳，一堵高围墙出现在眼前，围墙足有6-7米高，墙体和墙头布满了碎玻璃片，仔细看去，墙头似乎还缠绕了电网。更离谱的是，围墙里面居然还坐落着一个碉堡状的建筑。姐，你真修了个碉堡？我姐表情有些骄傲，示意我继续往里走。我绕着围墙转了半圈，才发现了镶嵌在围墙上的铁门。我姐在门上捣鼓了几下，铁门才被打开。这门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绝对坚固，只有输入密码才能打开，几乎不可能被外力强行破开。我点点头，跟在姐姐身后往进走。等到了院内，才发现院内更让人震惊。前院是2块菜地，菜地上种着许多蔬菜，有辣椒、西红柿、茄子、豆角、包菜等等。这些都是我提前种的，再过段时间正好就可以吃了。姐姐绕过菜地，又指向菜地旁的空地，这底下是地窖，可以把多出来的蔬菜放里头。我已经在里面准备了很多土豆、萝卜、白菜和腌菜腌肉，吃个1年半载不是问题。又往前走了几步，我们在一个水井外形的建筑旁停下来。这是个水窖，贮备的水基本是够咱们一家人生活几个月的，到时候喝没了，咱还有山泉水呢，山泉水烧开了也能喝。对，我把水龙头接到了后山的山泉水那边，不够了也可以用这个水。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前方不远处传来几声微弱的响动。什么声音啊？是我养的鸡仔。我姐挠了挠头，这些鸡仔我检查过，没有感染丧尸病毒，都是可以吃的，就算不吃也可以养着吃的。只见靠着碉堡的角落围了一个不大的鸡圈围栏，里头蹲了几只精神抖擞的小鸡仔。随后我继续跟着我姐走，走到围墙墙角，我姐突然拦住我，注意，这里可有个大惊喜。我顺着她的手指着的方向看去，只看见墙角这一圈闪着银白色的锐光。我在这儿埋了个小机关，如果有人想要从墙上跳下来，他就会被这些钢针扎成筛子。随后我又跟着姐姐走进了碉堡内部，第1层是客厅和厨房，厨房的空间非常大，各类厨具应有尽有。里面还放了2个巨大无比的冰柜，这2个冰柜里面放的都是肉，全是我前几天才买的猪线杀的。第2层是卧室，卧室内的准备也十分充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卧室不大，但看起来十分温馨。小川，我在你床头柜里放了2把枪和1把气枪，还有几个电棍。如果有人发现你们，不要怕，打死他们。碉堡顶层我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不要担心电的问题。我在围墙外面和碉堡外面都安装了监控，你要实时掌握咱家周围的情况。姐什么意思？你不和我们在一起吗？研究所那边还有事，我暂时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不过你放心，我那边一结束就来找你们。我走后，你一定要承担起照顾爸妈的责任。我低着头没说话。第2天天还没亮，我姐就已经开车启程。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每天喂喂鸡，给蔬菜浇浇水，偶尔又弄一顿小烧烤，日子过得甚至要比末世前还要惬意。
直到这一天，我被一阵广播声吵醒。大家好，我是村长。相信大家最近都对这个丧尸事件比较熟悉。村口的路我已经带领咱们村子的小伙子们封住了。现在每户人家上缴自己家里面的粮食和物资，不得私藏。咱们把这些物资收回后，再根据情况分配。广播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从床上起来，在卧室转了2圈，盘算对策。这时我姐的电话打了过来。小川，村长很危险，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们在家。末日降临，全球99%的人都将变成丧尸，只要发现有活人的存在，就会被吞噬。活着成为了人类最大的挑战。2024年11月11日，省重点大学，深夜的学院一片寂静。男生宿舍天台上，2个少年躺在楼顶，地上丢了一堆啤酒罐。南哥，你有没有觉得今晚的北斗九星特别亮？你这家伙真喝醉了，我只听过北斗七星，哪来什么北斗九星？醉了的感觉真奇妙，我竟然还看到北极星。再往下掉呢，怎么又有一颗北极星出来了？竟然还是红色的。真的醉了，不行了，我顶不住了，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好的。说完倒头就睡了。而此时的天空突然出现异象，似乎是解开了某种禁制一般，蓝星各处涌现出无数灵气。不过这些灵气都带着一丝腐朽之气，最终灵气无孔不入地融入了蓝星所有生物的体内。大部分人身体产生了变异，意识被吞没，最终成为了行尸走肉只知道吞噬的丧尸。也有极少部分人获得了特殊能力，而这些人都是被赤红星辰执照过的人。次日，无数尖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怎么这么吵？肖楠迷迷糊糊地从地上站起，随即走到天台边缘往下看去。这一看顿时让他头皮发麻。只见下方宿舍空地上一个个身影正抱着残肢断臂在啃食，看得人毛骨悚然。我一定是还没睡醒。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吧。陈浩摇了摇头，随即也走到了边沿处，伸出脑袋朝下方看去。这一看，陈浩直接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脸色苍白如纸。这时的肖楠已经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法打通。此刻的肖楠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打开抖音，果然发现无数求救的视频，到处都是这些如行尸走肉般的人。这种情况一夜之间遍布全球。南哥，这什么情况？末日来临了。末日？那南哥，我们怎么办？咱们先找个东西把铁门顶住，别让丧尸跑到这里来。随后两人在天台角落找到了一个长梯，直接将通往天台的铁门顶住。南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就躲在这里等待救援吗？等待救援肯定不行的，从网上的信息看，现在全世界都乱成一锅粥了，咱们若是一直等的话，估计得饿死。先观察下这些丧尸的情况吧，了解清楚再想办法。你说这些丧尸到底是怎么来的？下面那么多人都变成了丧尸，我们2个怎么都没事呢？难道我们体质特殊？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咱们运气比较好吧。虽然很多人变成了丧尸，但从网上得到的信息来看，还是有不少人是正常的。肖楠说完，脑海中突然闪过昨晚迷迷糊糊看到的北斗九星以及那颗赤红色的星辰，再次抬头看向天空，却是晴空万里。难道真是昨晚喝多了，看花眼了吗？那南哥，我们2个一夜没回宿舍，你说刘博他们2个会不会？他们宿舍一共有4个人，虽说他与肖楠关系最好，但与另外2个关系还不错，碰到这种事情自然担心。这种时候只能看他们运气了，如果他们有一个变成丧尸，那另一个也惨了。说完，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女生宿舍，却清晰地看到女生宿舍那边人影晃动，正在发生激烈的打斗。耗子，你能看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开什么玩笑，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清？我有200多度的近视，虽然不用戴眼镜，但是视力也不算好，怎么会清晰地看到那么远的地方呢？难道是特殊能力？可是以前怎么没发现有这样的能力呢？肖楠眼中闪过一抹光芒，眼前这种情况应该只有异能能够解释了，丧尸都出来了，有特殊能力的存在也很正常。为了进一步验证，肖楠再次集中精力看向眼前的陈浩。陈浩顿时被看得有些心慌，有种被对方剥干净的感觉。怎么了，南哥？耗子，隐个身给哥看下。你没病吧？我要是会隐身，还谈什么女朋友啊？天天蹲澡堂不香吗？我说你行就行，你试着集中精力，心中默念隐身。看到肖楠认真的表情，陈浩虽然感觉有些离谱，但还是照做了。很快陈浩的身体慢慢淡化，彻底消失在了原地。南哥，我好像真的隐身了。陈浩激动的声音在天台中响起，但四周却看不到他的人影。肖楠同样一脸惊喜的看着凭空消失的陈浩，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能看到别人的异能。随即他再次集中精力看向了陈浩消失的地方，很快陈浩的身影便出现在他面前。我能隐身了，太好了！南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啥我突然能隐身？难道是超能力？应该是这次末日引起的，不知道是好是坏。不过不管怎么样，咱们既然有特殊能力，至少在这末日中多了几分存活的资本，这是好事。那南哥，你的特殊能力是什么？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你的隐身。你这不是天生克我吗？看来这辈子在你面前是翻不了身了。不过南哥，既然咱们都有特殊能力，
你说咱们能不能在这末日中干一番大事？这个现在言之过早了，先想办法活下去再说吧。咱们的能力都不是用来战斗的，想要在满是丧尸的末日中活下去，哪有那么容易？就在两人准备好好熟悉一下特殊能力的时候，天台的铁门突然被人猛烈敲击着。谁在里面？快开门！快开门啊！有丧尸！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哥，怎么办？要开门吗？肖南紧紧地盯着铁门，视线直接穿过铁门，看到了铁门后面站着3个一脸惊恐的男子。开吧，不然照他们这样敲下去，不知道要吸引多少丧尸过来，到时候这木梯子不一定能不能撑得住。不过他们有3个人，咱们得防着点。虽然都是同学，但末日之下人心难测。放心吧，南哥，我明白。两人商议好后，肖南一开梯子，门口的3人瞬间冲了进来。肖南迅速地将梯子再次顶了上去，很快门外便传来撞击声，显然丧尸已经冲了上来。吓死我了！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开门？我们差点就被丧尸吃了。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我们救了你们一命，你们不感谢我们，居然还怪我们。天台是公共区域，谁都可以上来，你们私自将门堵死，有些不道德吧？就是我们宿舍门被丧尸撞坏了，本来想着来天台避难的，结果你们把门堵死了，差点害得我们被丧尸吃了。你说你们这不是害人吗？你们说的对，我们确实不该堵门，那我现在就把门打开。说完便准备移开梯子。哎别，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千万别开门。兄弟，你们是对的，堵得好，堵得妙啊！3人见肖南要移开梯子，顿时吓得冷汗直流。我感觉还是移开好，万一要是还有人来呢？不会的，不会有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可是我怎么感觉这梯子有点不稳呢？那个兄弟，借你钢管一用呗，我看看能不能塞住这个梯子角，感觉你那根钢管大小应该差不多。那人想都没想，直接将钢管递给了肖南。肖南拿着钢管做事比划了几下，可以了，这下稳了。听到这话，3人总算是松了口气，却没意识到手中武器已经易主了。我们是308宿舍的，我叫肖南，他是陈浩，你们怎么称呼？我们几个是716宿舍的，我叫赵坤，这是瘦猴和老黑，你们是3楼的，怎么会跑到这来？我们俩昨晚在这上面喝酒聊天，压根就没回宿舍。好吧，你们运气真好。随后双方相互聊了起来，相处还算融洽，一直到中午时分，几声咕咕的声音响起。你们有吃的吗？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有点饿了。你看这上面像是有吃的的样子吗？那怎么办？没吃的就算丧尸进不来，我们迟早也要被饿死啊！忍忍吧，或许要不了多久官方救援就来了。万一没有救援过来呢？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还是得想办法自己搞吃的才行。怎么搞？现在门口就有2只丧尸守着，出都出不去，更别说搞吃的了。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放进来解决掉，再想办法下去宿舍找点吃的。你疯了？放进来咱们都得死，这些家伙根本不怕痛，打在他们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要是被他们抓到或有到，那就完了。这里是天台，丧尸没有智商，只要想办法将他们推下天台就搞定了。要是能找到丧尸的弱点更好，以后碰到丧尸也能应对。南哥，我支持你。不行，反正我们是不同意放丧尸进来的。这里本来就是我们先来的，什么时候需要你们同意了，放不放这可不是你们说了算。说完一脚踢在了梯子上。疯子，你就是个疯子，你这样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与其留在这里等死，还不如拼一把。就在这时，原本停息的丧尸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再次撞向了铁门，很快铁门便被撞开，紧接着2只丧尸直接冲进了天台。肖南眼疾手快，迅速的将钢管狠狠地砸在了丧尸头上。而这时的陈浩不知道哪里找的一块板砖，一个飞身跃起拍在了另一只丧尸脑袋上，很快2只丧尸就倒在血泊里，没有再爬起来。看来这些丧尸的弱点应该是脑袋，只要把脑袋破坏了，他们就彻底死了。随后肖南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前方的尸体，他很好奇这个丧尸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将丧尸尸体从头到尾扫描了一遍，很快便在丧尸的脑袋里看到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红色晶体，随即来到了尸体旁，直接伸手朝丧尸破碎的脑袋摸去。原本一直强忍着没吐的赵坤几人见到这一幕直接吐了。而此时肖南的手中多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红色晶石，入手温热，摸起来很舒服。南哥，这是什么？肖南再次开启真视之眼，看向手中的晶体，在真视之眼下能看到手中的晶石是由无数能量凝结而成，没有任何杂质。思考了一会，肖南在陈浩目瞪口呆中直接将晶石给吃了。晶石入口后迅速化为能量，融入他的四肢百骸。当能量彻底吸收后，肖南感觉到他的身体素质比之前几乎强了1倍。南哥，我知道你饿，但你也不能什么东西都吃啊，那玩意可是从丧尸脑袋里面抠出来的，这你也敢吃？这可是好东西，回头跟你说。随即看向了赵坤几人，却发现几人此时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那感觉就像看怪物一样。至于吗？不就是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吗？你不会是要变成丧尸吧？不然怎么可能什么都吃？少见多怪，等你饿得受不了的时候，说不定人肉都会吃。行了，咱们下去找点吃的，楼梯口边上有个宿舍，想办法进那个宿舍找找看有没有吃的。
听说找事的，其他人顿时眼睛一亮，似乎突然就有力气了。你们留在上面，人太多容易吸引丧尸，我跟陈浩下去找吃的。其他几人有些犹豫，看那样子显然是担心两人吃独食。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萧南点了点头，本来想着跟会隐身的陈浩去是最安全的，但是他们现在是两个团体，显然和陈浩去是不大合适。随后萧南和赵坤小心翼翼地来到了7楼走廊，萧南开启真视之眼看了看，确定宿舍内没有丧尸，快速地钻了进去。两人进来后就翻找起来，终于是找到了一袋面包。就这么点，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有就不错了，谁会在宿舍放太多东西啊？也是，那咱们回去。先不急，想办法搞点武器，没有武器太被动了。说完直接向着床边走了过去。在赵坤目瞪口呆中，萧南将梯子与铁床的焊接直接给扯掉了。卧槽，你这家伙吃激素了。这个焊接点并没有焊得多牢固，用点力就能扯开了。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砰砰的撞击声，萧南第一时间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过去，只见门外2个丧尸正不停拍打着宿舍门。怎么会有丧尸过来？难道刚刚看到我们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冲出去，不然一会其他丧尸也都过来了，到时候我们想出去都出不去了。萧南随即走到门口，给赵坤使了个眼色。赵坤猛地一把将门拉开，萧南举起铁梯狠狠地将2只丧尸拍飞了出去。见萧南冲了出去，赵坤赶紧跟了上去，2只倒在地上的丧尸也是爬了起来，再次冲向两人，两人迅速往天台上跑。而这时楼道里突然聚集了20多个丧尸，嗷嗷叫的追了上来。赵坤，天台的长梯根本顶不住这么多丧尸，要是冲进天台，咱们都得凉。这里楼道狭隘，易守难攻，我在这里先顶着，你们找点武器赶紧来帮忙。赵坤看了眼丧尸群，没有说什么，直接向天台跑去。很快一群丧尸便冲了上来，萧南拿起梯子狠狠的一扫，冲在前面的丧尸顿时被他扫了下去。此时天台上的几人不敢有任何耽搁，赶紧3下5除2将木梯拆散，拿着木棍就过来帮忙。萧南，我们一直这样也不行啊，这些丧尸不会累，我们可是会累的。你们顶住，我解决他们。萧南说完，盯着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丧尸，手中铁梯瞬间出手，直接击爆了丧尸的脑壳。就这样，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萧南利用手中的铁梯快速收割着一个又一个的丧尸。很快，楼梯间几乎被丧尸尸体彻底堵死，20多只丧尸全部被解决。萧南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南哥，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太累了，休息会就好了。或许是精力多了，此时整个楼梯间堆满了丧尸尸体，反而没有人吐了。不过一个个脸色苍白如纸。随后一群人再次回到了天台。耗子，看下网上有没有什么消息，尤其是有没有官方的消息。陈浩赶紧打开手机查看了起来。南哥，官方说让大家勇敢的拿起武器对付丧尸，等官方处理完内部的事情后，就会开展救援，让大家不用担心。呵呵，这确实挺官方的。看来指望官方是指望不上，不过官方的话也没错，如果有武器的话，正常人对付普通丧尸应该还是可以的，只是敢不敢动手的问题。这世上并不缺狠人，我估计这段时间应该有不少人已经跟丧尸交过手了。南哥，你说的没错，现在网上很多这种视频，不少人组成小团体开始对抗丧尸了。校园网上也有不少视频，有好几栋宿舍楼都开始自发组成小队对抗丧尸了。咱们这一栋没有吗？我们不就是吗？好吧，还想指望有人帮忙，看来是没戏了。咱们休息1个小时，然后去看看7楼还有多少人活着，顺便找找食物和水。众人点头。1个小时后，众人来到了7楼的走廊。这一层我观察过了，没有幸存者了，丧尸也被我们清理完了。走吧，一个房间清理。半小时后，10个宿舍全部清理了一遍，几人也都各自背了个背包。随即众人决定今晚找个干净的宿舍住一晚，明天再做打算。就这样，赵坤3人住一间，萧南和陈浩住一间。南哥，你说我们能在末日活下去吗？别想太多，走好眼前的路就行。一会你跟我下6楼。下6楼干嘛？咱们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刚刚清理丧尸时，我开启特殊能力，看了下6楼，见到6楼走廊中有一只特殊丧尸。特殊丧尸就是脑袋里有晶体的那种吗？对，你觉得我的力气为什么会突然提升了那么多？我一直想问，你力气怎么突然变那么大了？难道是那颗晶体？没错，就是吃了那颗晶体后，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晶体或许就是末日生存下去的关键，所以我们要趁别人还没发现多弄一点。南哥，你的意思是，这种晶体只有特殊丧尸身上才有？今天我们杀了那么多丧尸，我全都观察了一遍，只有那一只丧尸脑袋里有晶体，由此可见，特殊丧尸应该极为稀少，难得碰到一个。好，我听你的，那需不需要叫上他们？不用，我们跟他们只是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冲突还好，一旦涉及到利益关系，势必会有问题，这种东西我也不可能让给他们。那咱们什么时候下去？休息一会就下去，尽量别惊动他们。另一个房间内，坤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萧南的力气似乎变大了很多？我早就发现了，如果没猜错，应该是他从丧尸脑袋里面抠出来的那个红色晶体的原因。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好像他就是吃了那个东西以后力气变大了。可是他怎么知道那个丧尸脑袋上会有那个东西的？而且他竟然还敢吃！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而且你们注意到没？下午清理丧尸的时候，这个肖楠就像知道里面有没有丧尸一样，每次都能提前做出布局。这么一说，我感觉他就是个怪胎啊！那我们还要跟他们一起吗？离开宿舍前，还是跟着他们好些，至少跟着他们，我们生命更有保障点。不过我们也得自己想办法弄点晶体，我可不希望一直被他压着。放心，坤哥，我们一定会帮你弄到的。深夜，学校宿舍6楼，肖楠看着走廊中的10多个丧尸，而那个特殊丧尸就在中间。耗子，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就是特殊丧尸，你会隐身，想办法将他引过来，或者引到某个宿舍内。好，我试试。小心点，要是不行的话就算了。记住，使用特殊能力会消耗精神力，一旦感觉头晕的话，要赶紧退回来，否则你隐身会失效的。放心吧，南哥，我明白。陈浩身体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在肖楠的监视之眼下，陈浩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在离一群丧尸2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随即，陈浩拍了拍身旁宿舍的门，顿时就有2只丧尸直接冲进了宿舍中。见这一招有效，陈浩再次换个位置制造动静，成功吸引走了7、8只丧尸。这时的肖楠看到特殊丧尸已经暴露在外，直接冲了过去，铁管瞬间特殊丧尸缓缓地倒在了地上，随后将红色晶体取出，在那些丧尸发现他们之前，退回到了7楼的宿舍中。南哥，这东西真的能让人实力大幅度提升。你试下就知道了。啊，给我。不给你给谁啊？南哥，我觉得还是你吃吧，你要是再吃一颗，说不定实力还能提升，到时候这些丧尸还不是轻松拿捏。耗子，现在是末世，想要在末世生存下去，必须要有实力。你是我唯一放心将后辈交出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共同进步才行。如果只是我提升了，而你在原地踏步，最终你只会成为拖油瓶，你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吧？我可不想当拖油瓶。那行，这颗我吃了。陈浩接过晶体直接丢进了嘴里，很快晶体便化为能量融入了陈浩的体内。不一会，陈浩才睁开了眼睛，握了握拳头。好神奇啊，我感觉我现在能打死一头牛。南哥，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北斗九星图，跟昨晚上看到天空中的北斗九星一模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摸索了半天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可能开启了修炼体系。修炼？怎么感觉这么玄乎呢？异能都有了，修炼不也很正常？别想那么多，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继续战斗。4日，肖楠拿起手机，发现收到了一条信息，是室友刘文亮发来的。南哥，你们还活着吗？末日来了，刘伯变成丧尸了，我躲在厕所侥幸逃过了一劫，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如果你们还活着，找个地方躲起来，千万要活下去。他还活着，耗子，亮子还活着。真的？那刘伯呢？他变成丧尸了，亮子现在躲在3楼的厕所里，处境很不好，我们得想办法下去救他。随后2人商量了一下，背上背包来到了赵坤几人的宿舍。我们准备去3楼救人，你们去不去？这里到3楼要经过3层楼，我们这样下去肯定会惊动这几层楼的丧尸，要是被上下包抄就完了。很危险，所以问下你们去不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那我跟陈浩去了。赵坤思索了一会，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对不起，我没办法陪你们冒这个险，我要为瘦猴和老黑负责。我理解，那我跟陈浩去了，你们自己小心点。肖楠，我希望你们能活下来。随后肖楠和陈浩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去，万幸的是楼梯间并没有碰到丧尸，2人一路来到了3楼，而此时3楼的楼道中聚集了一群丧尸。3楼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丧尸？现在有些麻烦啊，这么多丧尸看样子一时半会不会离开，一会4楼的丧尸过来了，我们就完了。你能隐身，我可不行。那怎么办？冲过去，一路干到我们宿舍，一会你跟紧我，以我们的实力冲过去应该问题不大。好，听你的。随后2人直接冲了过去，一群丧尸见到2个活人，疯狂朝2人冲去。肖楠手中的铁管猛然抡出，将一个又一个丧尸打倒在地，快速朝前方冲去。陈浩紧跟而上，眼看就要到达803宿舍了，却在这时，一个倒在地上的丧尸突然咬住了陈浩的腿。耗子，钢管瞬间出手，将咬住陈浩的丧尸解决，随即拉起陈浩将前面几个丧尸撞开，直接冲进了宿舍中，迅速将门关上反锁。南哥，耗子，亮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你们能活着真是太好了。还说呢，你可知道我们为了回来救你遭了多少罪吗？陈浩将腿伸了出去，那里肉都被咬掉了一块。耗子，你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该给你们发信息的。如果你变成丧尸了，我会陪你。好了，亮子，耗子没事的。此时肖楠已经找出纱布酒精走了过来，正在他准备给陈浩包扎时，却突然停住了，因为刚刚他开启真视之眼观察陈浩伤口时，无意间看到了胡文亮，而这一看直接让他愣住了。
末日降临第二天，丧尸的爆发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很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出来寻找食物。可是，在失来失往的街道上，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送外卖的。此时，308宿舍内，亮子，你竟然也有异能，而且是治疗系异能。异能？南哥，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异能？亮子，你试试用手放在耗子受伤的位置，然后集中精力想着治好他。你按我说的做就行。顾文亮点了点头，随即蹲下身子，把手放在了陈浩受伤的位置。很快，在几人惊叹的目光中，伤口竟然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慢慢愈合，没一会伤口就完好如初了。这异能这么厉害的吗？我感觉我现在神清气爽，一口气爬50楼也不费劲。肖楠也一脸惊叹地看着这一幕，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随后，肖楠将他所知道的与顾文亮说了一遍，总算让他有了点概念。对了，亮子，刘伯变成丧尸了，你怎么活下来的？昨天晚上我正在打游戏，突然从窗户看到外面很红很亮，好奇之下我开门走了出去，居然看到了北斗9星，还有一颗赤红色的星辰。当时看到那一幕，直接把我震惊的睡意全无，一直看到星星都消失了，才回到了宿舍。回来就看到刘伯已经变成丧尸了，我吓得躲进了厕所。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丧尸爆发，我就一直躲在厕所不敢出来，再后来就给你发了信息。好家伙，你应该是第一个最早接触丧尸还活着的人吧？而肖楠听完胡文亮的讲述，却陷入了沉思。我有异能，陈浩有异能，胡文亮也有异能，我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就在看到了北斗9星和赤红色的星辰，莫非异能跟这个有关？那个南哥，你们有吃的吗？我都快2天没吃东西了。这包里面有吃的，吃点东西都休息会吧，尤其是亮子，应该2天都没合眼了。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开始大口的吃起来。次日，学校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校导主任，你们不要惊慌，学校并没有放弃你们，官方很快就会过来救援我们的。现在没有食物的同学，全部到大食堂集合，我会给你们分配食物。你们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于丧尸对声音特别敏感，在听到广播声音后，一群一群的往喇叭发出声音的地方冲去。而这时很快便有学生组织了起来，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小心翼翼地向着食堂而去。而此时的肖楠他们正在宿舍内搜刮各种生活物资。走，把东西放回宿舍，我们也出去。去哪？去找特殊丧尸。3人将东西放好后，随即便开始行动。刚离开宿舍，就看到几只丧尸在漫无目的的游荡着。好在肖楠有真视之眼在，能分辨出是不是特殊丧尸，而且每次换地方都能提前发现丧尸，然后提前躲避。终于在3人经过操场时，肖楠突然停住了脚步。找到了，2个都是特殊丧尸。耗子，我们一人一个，亮子在后面就行，速战速决，别把其他丧尸引过来了。明白。随即2人便向着2只丧尸冲了过去，对着丧尸的脑袋就劈下去，完美解决。肖楠很快摸出来2颗红色晶体出来，这就是你们说的能量晶体。给你1颗，赶紧吃了。哈，给我，不然呢？我们3个就只有你最菜了，你还想一直当拖油瓶啊？胡文亮也明白这颗晶体的重要性，他没说什么，只是感激地看着2人，随即将晶体吞入了腹中。一会后，3个实力强大的家伙再次出发。就这样，1下午的时间，肖楠他们一共获得4颗晶体。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们便回了宿舍。刚到宿舍楼下，就看到一群人沉着脸正准备上楼。你们怎么又回来了？说多了都是泪，我们出去的晚，现在食堂外全是丧尸，根本进不去，我们只能回来了。好吧，那确实挺惨的。你们这是干嘛去了？看样子也是刚从外面回来。闲着没事，杀几只丧尸玩玩。吹什么牛呢？还出去杀丧尸玩？你咋不说你能上天呢？就是我们出去拼命的时候，你们几个躲在宿舍不敢出来，现在搁这装什么呢？南哥，我手痒了，动手呗，别给我留面子。欧啦！陈浩直接来到了叫得最凶的2人面前，抬手就扇了过去，2人直接被扇倒在地。你怎么打人呢？赵宽，他们敢动手打人，你们怎么说？你们要找死我不拦着，但别拉我下水。见到赵坤的反应，一群人顿时傻眼了。赵坤有多凶，他们一路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跑回来的路上遇到的丧尸几乎都是赵坤杀的，但就这么凶狠的赵坤，似乎在怕这几个人。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记住，以后说话注意点。说完，陈浩回到了肖楠身边，随后几人直接向宿舍楼内走去。算你们命大，要是萧疯子出手，你们估计早没了。他还敢杀人不成？呵呵，现在都什么世界了，杀个人很难吗？308宿舍中，南哥，咱们食物也不多了，顶多也就坚持到明天，看来要去寻找食物了。看赵坤他们的情况，食堂那边估计是去不了了，还真得好好想想去哪里搞吃的。超市啊，学校那么多个超市，咱们随便占领一个也能吃10天半个月吧。对呀，超市不错，那明天咱们就去超市。对了，耗子，查一下网上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人说晶体的事。好。
陈浩打开手机查看了起来，好一会才道：“没看到，现在网上除了求救的，就是杀丧尸的，要么就是还没有人发现，要么就是有人发现了也不说，毕竟都喜欢闷声发大财。对，就像我们一样闷声发财。好了，早点休息，明天继续战斗。”末日第3天，天空异象再现，一个个丧尸顿时安静了下来。动物园中，一只猛兽似乎血脉觉醒般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动物园的铁栏，彻底恢复了自由。清晨，肖南几人离开宿舍，一路上碰到丧尸能避则避，避不了就地解决。很快就来到了学校里最大的超市，随即肖南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里面，很快脸上露出了怪异的神色。怎么了，南哥？碰到熟人了，你的老相好。柳如烟。对，还有你的富二代情敌，里面差不多有10几个人，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削他。我跟亮子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就是耗子削他，我看其他人谁敢动。走吧，我们进去吧。几人来到超市门口，敲了敲门，结果原本还有声响的超市顿时安静了下来，显然是不打算让人进去。随即肖南狠狠一脚踢在门上，直接踢出了一个大洞。此时超市内，一群人瞪大眼睛看着几人，显然是被吓到了。你们怎么回事？把门破坏了，要是丧尸来了怎么办？对不住，我们敲门没人回应，我以为里面没人呢，不好意思，看样子你们只能换地方了。现在到处都是丧尸，哪有那么多地方换？你们赶紧把门修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怎么个不客气法？打飞了，然后丢出去。哦，明白了。修门我倒是没学会，不过我会修人。一声闷响，男子直接摔出去几米远，其他人顿时大惊：“你敢打豪哥，不想活了是吧？”怎么，你们想动手？一群人被肖南的气势吓到，一时间都不敢说话了。陈浩，只见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子一脸惊讶地看着陈浩，这个就是陈浩的前女友柳如烟。而听到柳如烟的声音，陈浩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如烟以前的屌丝男友啊！怎么上次羞辱还不够，还要来找不自在？陈浩，你走吧，我们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喜欢的是王月豪。我就是个傻子，竟然还幻想着你会回心转意。怎么还对我家如烟念念不忘呢？他可不是你这种屌丝能够配得上的。算了，既已是路人，没必要再生出瓜葛。走吧，南哥，我们去拿食物吧。哎，好吧。屌丝就是屌丝，就只知道认怂。这里的食物是你们这种屌丝能碰的吗？给我废了他们！敢打我，今天要让你们躺着出去！听到王月豪的话，一群人便冲了过来。作孽，不可活！手中铁管随手一抡，冲在最前面的男子被砸倒在地，紧接着铁管再次一扫，又有2人飞了出去。没一会，10多个人便全部躺在地上。这时陈浩向着王月豪走了过去。你想干嘛？我可是王氏集团的公子，你要敢乱来，你就死定了。对呀，陈浩，你别冲动。原本不想跟你们有什么瓜葛的，奈何你自己非要找死。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把账算一算吧。陈浩说完，直接一棍砸向了王月豪。陈浩，你怎么，你也想来一棍吗？走吧，我们去拿食物。随后3人向超市里面走去，留下一群躺在地上和惊慌失措的柳如烟。很快几人就将背包塞得满满的。我们还需要出去打晶体，不能一直待在超市。现在外面来了不少丧尸，一会出去估计有点麻烦。刚刚就应该直接让他闭嘴。只是挖个墙角而已，不至于杀人吧？该狠的时候得狠，这样才能在末日生存的久一点。算了，这种事也没那么容易转变的，慢慢来吧。南哥，那现在我们怎么出去？去后门看看，我记得这个超市有个后门的，看看后门丧尸多不多。几人商量好后便朝超市后面走去，很快就找到了后门。肖南用真视之眼看了一下外面，只有2只丧尸在徘徊。几人开门出去，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解决。快走，其他丧尸应该听到声音了，很快会赶来了。陈浩和胡文亮点头，随即3人迅速朝远处跑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肖南并没有把门关上。10分钟后，肖南几人很快来到食堂不远处，看到食堂周围的丧尸，3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得上千只丧尸啊！食堂里面的人岂不是要被困死？看来以后人多的地方要尽量远离。随后，肖南开启真视之眼扫了一遍这些丧尸，顿时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怎么了，南哥？这里面差不多有上百个特殊丧尸，很明显，特殊丧尸变多了，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丧尸。很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其他特殊丧尸脑袋中的晶体都只有鸡蛋大小，这个丧尸脑袋里面晶体差不多有碗口大小了。难道特殊丧尸还有不一样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果没猜错，我们之前所碰到的特殊丧尸是属于1阶丧尸，而这个很有可能是2阶丧尸。那是不是实力会更强？那是肯定的。肖南原本以为以他的实力杀这些丧尸已经没什么压力，却没想到竟然还有更强的丧尸。看来这些丧尸在不停的进化，普通丧尸会慢慢变成了1阶丧尸，而1阶丧尸也会慢慢变成2阶丧尸。人类若是一直躲着，迟早要被灭亡。那我们要不要把晶体的事情公布出去？
公布是要公布的，否则人类绝对要亡。不过尽量不要我们来公布，不然以后肯定麻烦不断。这几天官方应该都在清理丧尸，毕竟有着各种强力武器，对付丧尸还是简单的。估计他们很可能已经发现晶体了，我们再等等吧。由官方公布会好一些。也是，那我们还打吗？打个毛啊！换地方吧，这里是没法搞了。随后几人快速离开了。末世第4天，丧尸的实力再次提升，一些原本还能清理丧尸的团队，在遭受到了重大损伤后也不得不躲起来。现在整个城市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离开食堂后的肖南几人继续寻找特殊丧尸，很快就击杀了2只特殊丧尸。随后肖南把2颗晶体吞入腹中。怎么样，南哥？九星图第2个角有没有点亮？没有，这次连实力几乎都没有提升。怎么会这样？加上昨天的，你都吃了第5颗了，怎么会无效了呢？肖南思索了一会，突然想到了什么。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如果没猜错，想要点亮第2个角，应该是要2阶晶体。2阶晶体，难道就是我们刚刚在食堂外说的那种很特殊的丧尸？对，那我们要去搞它。先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2阶丧尸吧，那里不到万不得已别去碰，会死人的。几人再次搜寻了起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几人再次碰到了好几个1阶丧尸，获得的晶体都给了胡文亮和陈浩，让他们的实力也提升了一大截。最后在返回宿舍的途中看到了一个2阶丧尸。找到了，那个白衣服的就是2阶丧尸，不知道实力如何，我先牵制住他，你们尽快解决其他丧尸过来帮忙。好。几人瞬间朝着一群丧尸冲了过去，而那只2阶丧尸也迅速朝他们冲来。肖南直接迎了上去，手中铁管砸向了丧尸脑袋。突然丧尸一个闪身躲了过去，随即肖南又是一招刺了过来，丧尸直接飞了出去，但是却并没有多大影响，再次向着肖南扑了过来。一时间肖南也是被2阶丧尸缠得无计可施，好在陈浩和胡文亮很快就赶了过来，3人一起出手，终于是将这个2阶丧尸给解决了。随后肖南从其脑袋中掏出了一颗碗口大小的晶体，直接吞入了腹中。晶石入体后，瞬间化为庞大的能量涌入肖南的4肢百骸，而肖南脑海中的星空图第1颗星辰的第2个角瞬间便点亮了。肖南握了握拳头，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看来真的如我猜想的一样，星图点亮的越多，实力也会越来越强。脑海中有9颗星，每颗星都有5个角，每点亮1个角，实力都会大幅度提升。不知道彻底点亮9颗星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南哥怎么样了？第2个角点亮了，我估计我现在一拳下去至少300多公斤的力量。太好了，南哥提升了，咱们生存更有保障了。不管多困难，我相信我们都能活下去的。我觉得我们和丧尸一样，点亮1个角是1阶，点亮2个角算2阶，接下来就是要把你们也弄到2阶。没事，南哥，丧尸的实力在成长，今天没什么2阶丧尸，到明天估计就又有了。也是，走吧，先回宿舍。随后几人便回了宿舍，休息会，等晚点咱们出去看看。都天黑了，出去看什么？这些丧尸白天好像都不提升，每过一晚到第2天就感觉实力提升了一大截，总得看看是什么原因吧。要是能找到方法，说不定我们也能提升啊。有道理，确实应该出去看看。晚上11点，3人再次走出了宿舍，没多久便看到了几个丧尸。3人躲在石雕后面观察着几只丧尸，结果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不同之处。这些丧尸就跟白天一样瞎晃悠，也没看出什么不一样啊。再看看吧，今天一定得找出丧尸提升的原因。于是3人耐心地蹲守着这几只丧尸，这一等就是1个小时。随着凌晨12点的到来，原本晃悠的丧尸突然停了下来，随即一个个安静地抬起头看向了天空。北斗九星出来了。难道北斗九星要晚上12点才会显现出来？为什么看不到北极星呢？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看到好像坠落了，就是北极星坠落后才出来的那颗赤红色的星辰。我也看到了，只是现在赤红色星辰也看不到了。古代把北极星叫做紫微星，紫微星动必然有大事发生，这紫微星落，那不得乾坤动荡啊。现在都末日了，还不算动荡啊。随即萧南开启真实之眼，看向不远处的几个丧尸，顿时发现周围似乎有丝丝气体涌入他们体内。这难道就是灵气？只是丧尸怎么会知道吸收灵气，而我们人类居然不会？随后看向了他们这边，却并没有发现灵气的存在。耗子、亮子，你们2个集中注意力，看着天空中的北斗九星。听到萧南的话，2人抬起头，认真的看着天空中的北斗九星。过了一会后，2人周身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丝丝灵气，缓缓的涌入他们体内。这抬着头脖子真够酸的。随着胡文亮动了一下，他周身的灵气瞬间便消失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走上天台。萧南说完便朝宿舍走去，3人一路冲到天台。南哥，咱们来天台干嘛？我刚刚用异能观察了一下那些丧尸，他们在看着天上的北斗九星时，周身有灵气涌入他们体内。我也让你们试了一下，当你们集中精力看向北斗九星的时候，身边同样也有灵气涌入，这或许就是一种修炼的方法，所以我们也试试。听到萧南的话，2人顿时瞪大了眼睛，随即3人直接躺了下去，认真的看向了天空中的北斗九星。没一会，一丝丝灵气便开始涌入3人体内，而3人并没有什么感觉。要不是相信萧南，
陈浩和胡文亮两人都放弃了，但是一直坚持盯着一个东西，眼睛很容易受不了。陈浩和胡文亮两人每看20分钟就要休息一会，而肖楠却自始至终一直看着天空。就这样，三人在天台看了一整晚的星星。末日爆发第5天，官方突然公布了一则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消息，称有一部分特殊丧尸脑袋里面有红色的晶体，这种晶体吞噬后可以让人体质提升，轻松击杀普通丧尸，并鼓励人们勇敢站出来击杀丧尸，提升实力才能在末日生存下去。而此时看了一晚上星星的几人已经回到了宿舍。1晚上时间，我感觉力量至少提升了30多公斤，你俩感受一下，看实力有没有提升。提升了，我感觉差不多提升了10公斤的样子。我也差不多。以后咱们每天坚持这样修炼，就算晶体的事情公布了，咱们也能一直保持领先。走吧，继续杀丧尸，今天争取你们2个到2阶。随即三人便出发了。就在几人经过操场时，却碰到一群人正在与一群丧尸战斗。让人惊讶的是，其中有2人居然都达到了1阶。难道他们知道了晶体的事情了？耗子，看下网上有什么消息。陈浩赶紧拿出手机查看起来。南哥，你猜测的没错，今天上午官方公布了晶体的事情。果然，利益才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根本，就像我们一样。要是不知道丧尸的晶体能提升实力，我们还会每天跑出来吗？也是，估计现在到处都有人出来杀丧尸获取晶体了。走吧，我们也要加快进度了。就这样，三人用了半天时间，最终收获了2颗2阶晶体和4颗1阶晶体。陈浩和胡文亮也成功晋升到了2阶。走吧，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影子窜了出来，瞬间抓向了肖楠。什么情况？学校里怎么会有老虎？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一只二哈？小心点，这只二哈有可能变异了，不好对付。这时那只二哈又迅速朝着陈浩抓去，剧烈的疼痛从陈浩肩上传来。我打不到他，这家伙速度太快了。此时肖楠皱起了眉头，从力量强度来说，这二哈顶多也就2阶的样子，但是速度太快，几乎打不到。随即肖楠开启了真视之眼，只见二哈再次冲了过来，肖楠瞬间出手，直接将其砸飞了出去。就在这时，二哈身后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人，直接将他踩在地上动弹不得。要是不开异能还真抓不到你，这下看你还嚣不嚣张的起来。这玩意可比丧尸难对付多了。南哥，怎么处理？杀了吧，这家伙脑袋上也有晶体，而且似乎与丧尸的不一样。陈浩点了点头，随即手中的钢管便要朝二哈砸去。二哈似乎知道了接下来的命运，没有恐惧，没有哀求，眼神中似乎有着一丝解脱。等等，这家伙看起来好像跟其他二哈不大一样，似乎灵智很高，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把它收为宠物？南哥，你可真敢想，我敢说只要我一松脚，这玩意绝对跑得没影了。而此时原本已经认命的二哈，却突然急切地叫唤了起来，那样子似乎有话要说。他什么意思？难道听懂了我们的话？不可能吧！震惊的是，这只二哈竟然点了点头，眼神中满是焦急之色。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们放了你？你做我们宠物？二哈快速地点了点头。我凭什么相信你？要是放开你跑了咋办？随后二哈抬起头，露出满脸祈求的眼神。南哥，你不会真相信他吧？试试呗，他要是敢耍小聪明，再弄死就是了。我们能抓他1次，就能抓他2次。好吧。随后陈浩将脚拿开，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二哈一个翻身便站了起来，不过却没有攻击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乖巧地蹲在了肖楠身前。以后就叫你二狗子吧。南哥，你真的要收留他吗？现在还不确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看吧。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宠物的话，对我们提升可就太大了。当然，不然我就直接弄死了。走吧，继续寻找2阶丧尸。随后几人再次出发，二狗子也赶紧跟了上去，很快便在图书馆楼下找到一只2阶丧尸。二狗子，上，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二狗子一听，瞬间朝丧尸飞扑而去，直接一爪抓到了2阶丧尸的脖子上。2阶丧尸咆哮着朝二狗子抓去，而二狗子每次都朝对方脖子抓，没一会丧尸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有点猛啊。确实猛，走，挖晶体了。陈浩直接走到了丧尸尸体旁，随即将里面的晶体抠了出来。这颗晶体还是先给南哥吧。必须的。肖楠也没有拒绝，直接将晶体吞入腹中，很快能量便融入了4只百骸。果然到2阶了，还是需要2阶晶体才能提升。接下来咱们去女生宿舍那边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2阶丧尸。随后几人一路向女生宿舍方向走去。刚到女生宿舍这边，几人顿时傻眼了。此时在他们前方，整片空地全是丧尸，保守估计足足有400-500个。南哥，这里面有2阶丧尸吗？有，但丧尸太多了，没法打。要是我们被围住就完了。要不让二狗子去试试，他速度快，说不定能在丧尸群中把那个2阶丧尸杀了也不一定。听到陈浩的话，二狗子顿时身体拱了起来，一脸警惕地看着他。算了，太危险了，回去睡一觉。明天应该会有很多2阶丧尸了。几人商量好，正准备回去。就在这时，只见身后突然出现一群女生，疯狂地往他们这边跑，而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大堆丧尸。很快他们前面那400-500个丧尸也听到了声音，随即一脸兴奋地朝这边冲来。
顿时三人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被前后夹击的状态。南哥，怎么办？这前后差不多上千个丧尸了。此时萧南心中也是无比凝重，他没想到来一趟女生宿舍竟然会碰到这种情况。耗子、亮子，准备战斗，我们必须冲到宿舍大门那里，只要进了宿舍楼就安全了。陈浩和胡文亮看了眼远处的大门，都是一脸的凝重。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一旦两边的丧尸汇聚到一起，那他们基本上就逃生无望了。末世第6天，网络信号中断，食物短缺问题再次加剧，人性的阴暗也在加速放大。而获得晶体实力得到提升的人，内心的欲望也开始膨胀。准备好，冲过去！萧南说完，率先冲了出去。陈浩和胡文亮赶紧跟上。很快，萧南对着前面几个丧尸砸了过去。然而前面的丧尸刚倒下，后面的丧尸就扑了上来。陈浩和胡文亮也瞬间出手，对着冲来的丧尸就是一顿猛砸。就在这时，二狗子突然扑了上来，然后在一群丧尸脑袋上跳来跳去，成功吸引住了丧尸的注意力。不少丧尸对着二狗子扑杀而去。萧南抓住机会，直接撞开了前面几个丧尸。陈浩和胡文亮瞬间跟上，三人快速冲入了大门中，随即将门关上。这次真的多亏了二狗子，要不是他将丧尸引走，我们可能真的要交代了。是啊，对了，二狗子呢？几人这时候才发现二狗子并没有跟上来。就在这时，一声狗叫声传来，没一会二狗子虚弱的走了进来。亮子，快给二狗子治疗一下。胡文亮赶紧将手放在了二狗子身上，帮他治疗了起来。没想到二狗子速度那么快，竟然也伤成这样。在丧尸头上蹦无异于钢丝上跳舞，那么多丧尸张牙舞爪的举起手，他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没被抓到直接咬死已经算好了。还好有亮子在。是啊，要没有他，受这么重的伤只能等死了。完了，南哥，我们东西都没带过来，晚上没饭吃了。萧南眉头一皱，因为背包碍事，他们把东西都放在了宿舍中，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回不去了。这样吧，你在这里守着，我上楼把宿舍搜刮一遍，看能不能搜到点东西。好。随后萧南便挨个宿舍搜刮起来，很快整个5楼搜完都是一无所获。萧南来到6楼，却发现有一个房门竟然是反锁的，随即开启侦视之眼看了进去，发现里面有4个女生正一脸警惕地看着门口，显然是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看到这个情况，萧南想了想，并没有走过去。只要知道这里有吃的就行，到时候再来这里找他们借点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随后萧南直接转身下楼了。南哥，怎么样？有收获吗？算是有吧。6楼有4个女生，她们那里有吃的，我们要是实在饿的话，可以找他们借点。这末世食物这么紧缺，谁会把食物借出去啊？我自有办法，我感觉他们会借的。对了，南哥，现在手机断网了，断网之前收到一条短信，是官方发布了一份丧尸实力以及人类等级划分的资料。居然断网了，可能事态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官方实力是怎么划分的？跟你之前说的一样，丧尸和人类实力都是按1阶、2阶来定义的，现在基本上都是1阶和2阶丧尸，还没有发现3阶丧尸。据官方所发布的信息来看，1阶力量大概在100到200公斤左右，2阶在300到500左右，3阶还不清楚。也就是官方现在有2阶巅峰的存在了。肯定的，我们是用铁棒砸，人家是用机枪扫大炮轰，怎么比？感觉这场末日就像是一场大清洗，也不知道最后能有多少人活下来。好了，我们也休息吧，晚上还要上天台看星星呢。次日，看了一晚星星的萧南几人刚刚起床。南哥，下面那些丧尸都没走，咱们怎么离开？那就全杀了，借助楼下大铁门，一点点给他放进来杀掉。我们不能一直困在这里，还需要出去提升实力。对了，南哥，你不是说楼上有4个女生吗？要不把她们叫下来帮忙，我们3个负责杀，他们4个负责搬运，这样不就快一些吗？这个可以，到时候给他们几个晶体，别说搬运尸体了，就算让他们解剖尸体，他们都会做的。随后3人来到6楼，萧南直接敲门。我们是昨天进来这栋宿舍的，开下门，想跟你们商量点事。怎么办，青青姐？有人来了，我害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开门吧，这门挡不住他们。随着宿舍门打开，几人顿时眼前一亮。你们好，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们准备清理楼下的丧尸，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跟我们下去搬运尸体吧。搬运尸体，这个我们估计帮不了你们。那可惜了，我还寻思着你们要去的话，送你们每人1颗晶体呢。既然不愿意，那我们只能自己搬了。等等，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我没必要骗你们。好，我们搬。那走吧。萧南说完便直接朝楼下走去。青青姐，我们能相信他们吗？我也不知道，赌一把，这或许是我们的一次机会。随即几人赶紧跟了上去。来到1楼，萧南直接打开了一扇铁门，很快就有丧尸冲了进来。于是萧南3人负责杀丧尸，4个女子负责将尸体搬走，一直杀到了晚上6点多才停止。1天时间，他们足足杀了700多个丧尸。这是答应你们的4颗晶体，你们回去吧，明天继续。谢谢你们。不用感谢我，各取所需罢了。等刘青青等人离开后，
萧南几人看了看一旁堆放的丧尸尸体，顿时感觉头皮发麻。南哥，咱们自己摸，不让他们一起挖晶体吗？他们并不清楚里面有多少晶体，要是让他们看到那么多晶体，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平衡，到时候做事就没那么卖力了。而且现在晶体还是稀缺物品，还是别让人知道我们有那么多晶体为好。可是我们要那么多一阶晶体干嘛？有总比没有强，以后若是要扩张队伍，这玩意肯定是越多越好。就这样几人配合着，花了1个多小时才将所有晶体全部摸了出来，一共368颗。好了，晶体收起来，回去休息，晚上还要爬起来看星星呢。末日爆发丧尸危机，末世第6天，大部分丧尸都成长到了1阶，普通人现在只能躲在角落里无助的等待救援。星城某个会议室内，不行，必须要尽快开展救援了，每多过1天就会有无数的民众死亡，我们不能再拖了。星城人口1000多万，有多少人还活着，谁也不确定。但是能确定的是，丧尸数量不会低于800万。就我们现在的弹药，根本做不了什么。弹药不够，大不了让兄弟们近身战斗。难道眼睁睁看着那些民众被丧尸吞噬？赵虎，你先别激动，先不说救不救得了，就算你真能救出来，如何安置？那么多人吃喝拉撒住，这些都要考虑，不是单单救出来就行的。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当务之急要先建立一个足够大的生存基地，让民众有个安全的地方。我们现在要先商量一下建立生存基地的问题，后续才是救人的问题。此时学校女生宿舍，南哥，怎么了？下面全是1阶丧尸，而且2阶丧尸足足有10几个，这丧尸的成长速度有点恐怖啊！看来我们也要加快速度了。去把那几个女生叫下来吧，继续杀。好。等几女下来后，几人花了1上午时间，总算是将这些丧尸全部清理掉了。随后萧南吃了3颗2阶晶体后，剩余的2阶晶体陈浩和胡文亮分着吃了，他们的实力也都突破到了2阶巅峰。你们表现不错，希望你们在末世能够活下去。我们能跟着你们吗？为什么想跟着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活下去。我们现在还不想太多人，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只要赶杀丧尸，活下去应该不难。等下次碰到，如果你们实力提升起来了，还想跟着我们，我会考虑的。没事，我相信我们能活下去的。等下次碰到，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样吧，今天杀的这些丧尸应该有不少晶体，我们要走了没时间挖，就送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成长起来。啊，送给我们，这么多尸体，几十颗晶体应该有吧？你们慢慢挖，希望下次再碰到别让我失望。萧南说完便带着陈浩2人离开了。几女看着3人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们真的好好啊，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呢？很明显，嫌我们太弱了，我一定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南哥，我感觉他们几个还不错啊，做事麻利，还是美女，你为啥不要他们？现在不适合带太多人，人越多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多，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异能者，不然没必要。那既然如此，你为啥还要把那些晶体送给他们？现在到处都是1阶丧尸，我们根本不缺1阶晶体，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刘青青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只要不出意外，他们或许真的能让我们惊讶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人情还是挺有意义的。你就不怕他们起来了恩将仇报？她是聪明人，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冲突，不会与我们作对的。他们或许能让我们惊讶，但不可能超越我们，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南哥，有时候我觉得你真不像个20多岁的人。好了，别拿我开涮了，我们现在去宿舍天台，站得高望得远，找找看有没有3阶丧尸。很快几人便来到了天台，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群人在上面。这地方又没吃的，这些人跑来这里干嘛？应该是想观察一下丧尸的分布，如果没猜错，这很有可能是一支杀丧尸的队伍。这时对面的一群人也发现了萧南几人。你们怎么上来的？当然是走上来的，还能是怎么上来的？现在是我在问你话，你老实回答就行了，别给我嬉皮笑脸。我若是不呢？哟，挺拽嘛，看来你们也是吃了晶体的进化者喽。不过进化者又如何？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哪个不是进化者？敢在我们面前嚣张，你怕是没看清形势吧？就算我们把你们杀了，也没有人会为你们做主。别以为还是末日之前，杀我们，你怕是没这个本事。老二，教他们做人，让他们知道进化者也有强弱的。随即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一脸冷笑的走到了萧南3人面前，刚想说话，萧南一个闪身，老二的身影顿时摔了回去。还敢动手？你们一起上，弄死他们！顿时身后一群人朝着3人就冲了过来，双方一接触，喊叫声不断，一群人很快就全部被打趴在地。你们已经2阶了？不可能，我们杀了那么多丧尸，都还没有达到2阶，你们凭什么2阶了？耗子，人家要教我们做人，你也教教他吧，也让他知道进化者也有强弱的。2阶又怎么样？我可是练散打的，还怕你不成？是吗？陈浩冷笑了一声，身影突然消失不见。见到这一幕，为首的那人瞪大了眼睛，突然一声闷响传出，男子的身影直接飞了出去。异能者！说完双眼一翻，直接晕死了过去。就算同为2阶，你又能在我手中坚持几秒？
一个一阶而已，你竟然连异能都用上了，算了，用就用吧，反正也不会被人知道。那他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死人是无法开口说话的。南哥，你是想……可是这里这么多人呢。记住，末日必须要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就这样，一阵阵惨叫声传出，没一会声音彻底安静了下来。亮子，我希望你能明白，末日想要活得久，就必须狠，否则就算我们再强，总有一天也会被人阴死。南哥，我明白的，只是心里这关有些过不去，我会调整好的。那就好。随后，萧南来到天台边缘处，开启真视之眼朝下方看去。怎么样，南哥？我看到3阶丧尸了。3阶有办法搞吗？搞不了，整个学校我看到了3个3阶丧尸，但有些奇怪的是，每一个身边都至少有几百上千的丧尸在。这有什么奇怪的？大批量丧尸才更有几率诞生高阶丧尸啊。或许吧，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怀疑3阶丧尸具有召唤附近丧尸的能力。这不能吧？丧尸不是没智商吗？怎么可能会召唤同类？或许是我想多了，但如果是真的，那想要杀3阶丧尸会很难了。应该是巧合吧。既然这几个打不了，那咱们先不打。明天应该会有新的3阶丧尸诞生，到时候看看就知道了。走吧，先回宿舍。末日第7天，食物问题全面爆发，在没有法律束缚的末日，人性的黑暗面慢慢呈现了出来。清晨，天台上的几人正在观察着校园内的丧尸。南哥，怎么样？今天多了5个3阶丧尸，但是和昨天一样，基本上每个3阶丧尸身边都有至少数百个丧尸围着，所以我能断定3阶丧尸绝对有召唤附近丧尸的能力，或者说附近丧尸会自觉向3阶丧尸靠拢。这样的话，想要击杀3阶丧尸难度很大啊。很麻烦，但我们必须要动手，否则拖的时间越久越麻烦。3阶丧尸都如此，要是诞生了4阶丧尸，我真不敢想会是什么样子。南哥，你说吧，怎么打？我们听你的。我刚刚观察了一下，实验室那边有个3阶丧尸，他周围的丧尸算是最少的，只有100多个，咱们就从他下手。100多个，这真的能打吗？你们俩分头行动，想办法把低阶丧尸引开，我去解决3阶丧尸。只是现在无法确定3阶丧尸实力有多强，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到时候我的精力会全放在3阶丧尸身上，其他丧尸就只能交给你们了。好，确认好目标，几人再次出发，很快来到了实验室前。几人一出现，那群丧尸便疯狂地朝几人冲来。耗子、亮子，你们把前面的丧尸引开，我去对付3阶丧尸。说完便冲了上去，在击杀了20多个丧尸后，总算是冲到了3阶丧尸附近，随即使出全力朝着3阶丧尸脑袋砸了过去。而3阶丧尸只是后退了几步。萧南见状再次出手。5分钟后，3阶丧尸最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随后萧南将晶体掏了出来，直接吞入腹中，很快一股庞大的能量涌入体内，实力提升的感觉真爽。紧接着萧南便朝着陈浩他们那跑去。南哥，搞定了吗？解决了。1小时后，3人将所有的丧尸全部击杀，随后将所有晶体都取了出来。南哥，接下来继续去杀3阶。不过其他的3阶可就没那么好杀了，先去教学楼那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就在这时，几人突然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颤动，萧南赶紧开启真视之眼朝远处看了过去，顿时脸色一变。怎么了，南哥？食堂那边的丧尸暴动了，数千个丧尸在狂奔。谁胆子那么大，食堂那边的丧尸也敢惹？老鼠，一群比猫还大的老鼠，应该是变异了。看样子变异兽和丧尸也是天敌啊，这样子的话，人类似乎也不是腹背受敌了。你想多了，3方互为敌人，但目前来说，人类却是最好欺负的一方。好吧。好机会，食堂靠近教学楼这一边的丧尸都跑去追老鼠了，但是3阶丧尸却没有去追。那还等什么？干他！走，速战速决，杀完就跑，我怕那些丧尸再回来。随后几人快速朝食堂那边跑去，没一会便来到了教学楼，而这时正有一支队伍在和丧尸战斗。南哥，还有别的队伍，怎么办？动手，其他的不管，只杀那个3阶。萧南说完便直接朝3阶丧尸冲了过去，在丧尸与对方交手的时候，果断的从后面直接砸了过去，一击毙命。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那人愣住，而萧南却快速将晶体掏了出来，揣入兜里。你怎么能这样？赶紧把晶体拿出来！怎么了？我在帮你啊！丧尸是我杀的，我拿晶体天经地义。怎么了，微微姐？他抢我晶体。抢？我杀的丧尸，我取走晶体，何来抢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没有我们拖住其他丧尸，你也杀不了这个丧尸吧？而且你能杀这个丧尸，微微也有很大的功劳。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晶体你肯定是不能独吞的。老实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估计杀的会更快。那一颗晶体对我们很重要，这样地上这些全部给你，我只要那一颗，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这人比较有原则，我只拿我自己杀的就行。这些你们杀的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你要怎么样才能把这颗晶体让给我？别想了，这颗晶体不可能给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让你们的人动手抢，只是后果希望你能承受得住。
庞薇薇紧紧地盯着萧南，好一会才叹了口气。算了，你们走吧。萧南笑了笑，随即带着陈浩他们直接离开了。薇薇，为什么放他们走？那可是3阶经底啊！要是你能达到3阶，那我们生存希望可就大多了。你以为我不想要吗？但是真要打，我们这些人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可能？他们只有3个人而已，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打不过？为首那个人至少3阶了，我跟他对上胜率不足1成。不可能吧？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人3阶了？我不可能看错，3阶丧尸的脑袋被他一棍子敲碎，连我都做不到。而且我看他似乎并没有用全力。